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演绎今夏最火小黑裙，优雅与气场并存，简直太美了。赵丽颖的高马尾小黑裙颠覆了甜系印象，穿出都市女战神的气场。这条看似普通的裙子，在素人手里也能穿出女主登场的气势。小黑裙不是温柔的代名词，它允许你成为自己，是职场铠甲、社交利器，更是经历沉淀后的自我认可。从赫本到赵丽颖，她愈穿愈有故事，因为真正会穿的人是让裙子沾了自己的光。赵丽颖一扎马尾，全网穿搭瞬间变天，谁说小黑裙只是经典？它明明是女人的武器。要不是刷到赵丽颖那条火出圈的小黑裙，我都快忘了这世界上还有衣服能把优雅与飒爽两种气质缝得这么天衣无缝。本来不过是一条裙子，黑色的，没花没边没蕾丝，可她一穿上，扎个高马尾再系条金属腰带，整个人立马从古装柔弱女主秒变都市女战神。网友一句话形容得精髓，像极了你拼命想成为却还差点气场的自己。双引号，我当时就愣住了，心说等等，这不是我衣柜角落那条从没穿出门的小黑裙吗？原来不是它不行，是我没穿对。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说说那条看似普通，实则暗藏玄机的小黑裙。为什么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它一条？为什么它能火遍每个时代？而它又是如何在赵丽颖、素人博主们手里被穿成了让人挪不开眼的时尚利器？赵丽颖的高马尾背后藏着的是攻气十足的时尚密码。娱乐圈的女明星穿小黑裙的数不胜数，但赵丽颖这次真的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她一直以来在大众印象中偏甜系路线，哪怕演个女特工，也总有点硬不起来的温柔。但这一身黑裙造型彻底颠覆了刻板印象，整件裙子采用收腰设计，腰带是金属质感的冷光色，不抢戏却能精准卡住视觉焦点，腰肢立刻显得纤细修长，肩部线条利落，微露锁骨不浮夸，搭配高马尾，整个人气场1.8米，带点干练又不失柔情的氛围。她脚踩一双细带高跟鞋，显腿长不说，还成功挑高了整体重心。最绝的是她的眼神，微微眯着，嘴角一抿，不用台词就把姐今天不惹事，但谁也别惹姐的态度写在脸上。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所谓高级感，不是买贵的，也不是露得多，而是穿得让人信服。赵丽颖这身造型告诉我们，小黑裙不是温柔的代名词，它可以是锋利的，是凌厉的，是压场的。它不仅衬托身材，更映照气质，而这才是真正时尚该有的样子。素人博主把小黑裙穿出大电影味儿，它没有星光，却比明星还耀眼。当然，小黑裙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不挑人，不挑场合，更不挑预算。就像那位爆火的小红书素人博主，完全没有滤镜和 P 图，却用一条极简风的小黑裙穿出了女主登场的气场。她选的是一条溜肩款式，轻轻滑落的肩带制造了柔和的轮廓感，修身剪裁在腰际处稍作收紧，瞬间拉出挖凸有致的 S 线条。裙摆刚好过膝，既保留优雅又不失俏皮，整个人像是刚从罗马假日的片场走出来。博主搭配了一双绑带高跟鞋，走路带风，背影杀满分。最吸引人的不是她穿得多贵，而是她的表情，自信、从容，仿佛她不是为了谁而穿，而是她穿着裙子，是去见那个更强大的自己。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会穿的人，不是靠裙子让自己好看，而是让裙子沾了自己的光。小黑裙的真谛，从来都不只是经典，而是百变。有人说，小黑裙就像一支口红，色号虽固定，却因人而异。你穿它去面试，它是你的职场铠甲，低调但不失分寸感；你穿它去赴宴，它是你的社交利器，优雅却不乏记忆点；你穿它去约会，它是你的温柔陷阱，
含蓄却让人无法忽视。而你穿它去独自旅行，它是你走在陌生城市街头的一道风景线，没有喧嚣，没有浮夸，只有你与世界互相凝视的那份默契。这也是为什么从赫本到孟露，从钟楚红到刘亦菲，小黑裙一直从未被时代淘汰。它不像其他流行元素那样昙花一现，而是在每一个年代都被重新演绎，愈穿愈有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小黑裙适合所有女人吗？因为它允许你成为你自己。在社交平台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那些花枝招展的穿搭秀，而是一位40岁的单亲妈妈在毕业典礼上穿了一条简约的小黑裙。她说：“我不是为了惊艳谁，也不是为了比谁漂亮。我穿这条裙子，是为了告诉自己，你经历了这么多，还能这么美。”双引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小黑裙不是时尚的产物，它是经历的沉淀，是自我认可的结果。年轻时我们穿它，是为了模仿优雅；长大后我们穿它，是为了确认自己。从赵丽颖到素人，再到你我，小黑裙背后都藏着一个关键词：风格。风格不是时尚圈的专属词汇，它是你从千万种穿法里挑出一条最像自己的方式。有人说，流行会褪色，风格永存。我想补上一句，而小黑裙是所有风格的起点。它是你穿给自己看的仪式感，是你经历过苦难之后依然想要精致生活的那份决心，是你在不被理解的日子里仍旧昂首挺胸的那份自持。穿着小黑裙的女人，从不是最闪耀的，但她们是最令人难忘的。所以啊，别再问我适不适合穿小黑裙。双引号。你要问的应该是，我准备好用它去表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了吗？双引号。如果答案是是的，那就请你挑一条真正属于你的小黑裙，不为了谁，只为那个在镜子前莞尔一笑的你自己。别忘了，在穿上它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是你生活的主角了。当然可以，以下是根据你的标题所写的一篇约2000字左右的中文长文，没有分段标题，包含深入讨论、结论和面向观众的温馨寄语。小黑裙，这条看似简单却经久不衰的时尚单品，在每一个夏天几乎都不会缺席。而在2025年的这个夏天，它再次翻红，成为各大品牌广告、红毯造型和时尚达人街拍中的主角。而这一次带动小黑裙热潮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以甜美与坚韧并存的赵丽颖。在最新的一组广告大片中，赵丽颖身穿一袭剪裁利落、线条流畅的黑色吊带裙亮相，没有过多的装饰，却凭借自身的气质和优雅的身姿，将小黑裙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站在镜头前，神情淡然却气场全开，不需要任何语言，就已经将一种独立、自信、从容的女性形象传达给了所有人。这种表现早已不只是时尚的演绎，更是一种内在成长的外在体现。回顾赵丽颖的穿搭历程，早期的她大多以甜美、清新为主，柔和的色彩、蓬松的剪裁，是她在人们心中固有的少女感标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沉淀，她的穿搭风格也在悄然转变。如今的她可以驾驭硬朗利落的西装造型，也能轻松掌控优雅高级的黑色礼服。从甜妹到御姐，赵丽颖完成了一场时尚蜕变，也让我们看到了她越来越多面、越来越立体的美。这一次小黑裙的亮相，不只是一次单纯的时尚展示，更是赵丽颖气质转变的重要信号。她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少女标签的演员，而是一个可以选择、可以塑造自己风格、可以引领时尚风向的女性。她的美不再仅仅是外表上的青春可爱，而是一种历经沉淀后的从容和坚定。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黑裙虽然设计简单，但对穿着者的气质和身材都有极高的要求。过于张扬会显得俗气，过于拘谨又难以撑起场面。而赵丽颖恰好介于两者之间，她
她的身材纤细但不羸弱，五官柔美却不失锋利，在镜头前自然流露的那种松弛感，是很多人学习却难以复制的时尚表现力。网友看到这组大片后也纷纷留言：赵丽颖这气质谁能不爱？太惊艳了，完全是高端杂志封面感。小黑裙真的是她的天选单品，甚至有不少人将这条裙子设为穿搭模板，跟风购买同款或相似款式，可见赵丽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影视圈，在时尚圈同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实际上，赵丽颖近年来在时尚方面的表现一直都很稳健，无论是出席大型盛典还是参与品牌活动，她都能精准拿捏造型与场合之间的平衡点。不论是清冷气质的白裙，还是高贵神秘的黑裙，她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和态度。而这一次小黑裙的出现，更像是对她这些年沉淀与蜕变的一次集中展现。除了服装本身的加分，赵丽颖在镜头前的表现力也尤为出彩。她并没有刻意去展现所谓的性感或时尚，而是通过一个眼神、一种姿态、一种从内而外的松弛与自信，让人感受到她如今的状态之好、气质之稳，仿佛所有的优雅和高贵都是与生俱来，却又不让人觉得高高在上。这种无攻击性的高级感，是如今时尚圈最为稀缺的特质，而赵丽颖正好具备了它。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事实：真正的时尚，并不是靠堆砌昂贵品牌和潮流元素，而是来自穿着者本身的气质和态度。赵丽颖没有大动作炒作，没有夸张的搭配，却依旧能成为焦点，靠的正是这种静而不凡的存在感。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简约并不等于平凡，低调更不是无趣，优雅也可以很有力量。作为观众，我们当然可以被她的美貌惊艳，也可以为她的气场喝彩，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她这份光芒背后的坚持与努力。从一个土妞出道，到如今在时尚圈、演艺圈都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多面女星，她用10多年时间不断证明，一个女性的魅力不是靠一时的经验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成长。写到这里，不得不感慨一句：37岁的赵丽颖真的太美了。但这份美，不只是视觉上的，更是一种成熟自信、淡定从容的气质流露。她不再依赖角色塑造来博取掌声，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次亮相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态度。她用一条小黑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演员的蜕变，也是一位女性的优雅觉醒。最后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小黑裙时刻，不在于裙子多昂贵，也不在于造型多复杂，而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是否拥有面对世界的自信与坚定。赵丽颖已经做到了，你也一定可以。愿我们都能在时光里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收图啦！王一博最新神颜壁纸来袭，美到屏幕不够装。顶流王一博与乐华娱乐的续约悬疑持续发酵，从6成营收依赖到白玉兰奖风波，公司管理失当与艺人自主权博弈暗流涌动。他凭无名热烈等作品与职业赛车突破自我，却面临资源倾斜、舆论应对乏力等困境。影视空档期背后是合约拉锯战的关键时刻。近期，关于王一博是否将结束与乐华娱乐合作的传闻甚嚣尘上。起因是乐华娱乐官方微博近期的动态中长时间未提及王一博的新动向，包括对他新代言的只字未提。这一反常现象引发外界猜测，这位顶流艺人与公司合约到期后可能选择不续约。事实上，早在2022年乐华娱乐上市招股书中就披露，王一博原本2024年合约到期，但当时宣布续约至2026年，以稳定市场信心。然而公司对王一博的高度依赖也随之曝光，一度营收有近6成来自王一博。若他出走，对公司商业价值将是沉重打击。这桩续约悬疑牵动无数粉丝的心绪，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官方粉丝团虽然出面辟谣，
但其含糊不清的说辞也让不少粉丝直言合约快到期，很快就真的了，认为双方分道扬镳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乐华管理适当与王一博贡献的反差。作为近年内娱最炙手可热的全能艺人之一，王一博在影视、时尚、体育等领域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然而这些个人突破与其在公司的待遇形成鲜明反差。一方面，王一博凭借个人努力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主演的3部电影《无名长空之王》热烈口碑，票房双赢，助他入围第36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和第37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热烈长空之王》更入选国家级奖项名单，音乐作品《万物可爱》获年度推荐。在时尚方面，他代言众多国际奢侈品牌，杂志封面和活动邀约不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大胆跨界体育竞技，考取了职业赛车手执照，成为首位获得场地赛 B 级驾照的顶流艺人。他在摩托车和汽车赛事中屡获佳绩，上个月刚取得 GTCC 宁波场的第2名，打破了偶像不能从事极限运动的刻板印象。可以说，王一博这些年几乎凭一己之力撑起了公司半壁江山。但另一方面，乐华娱乐在艺人管理上的种种问题却不断消磨着粉丝和大众的耐心。首先是资源倾斜与捆绑的质疑。早年王一博因综艺《天天向上》创造101走红时，粉丝就不满公司频繁安排他带新人，为其他艺人引流。据知情人士透露，公司甚至曾利用王一博的代言资源为同门艺人谋取品牌大使身份，借由他的商业价值去抬高他人。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粉丝愤怒又心疼。其次是舆论应对乏力。王一博人气高意味着是非也多，但每当出现网络抹黑或争议事件时，公司鲜少主动作为。例如，粉丝多年来呼吁乐华起诉黑粉造谣，却迟迟未见成效，反倒往往是粉丝自发搜集证据警告黑粉。再如2020年227事件后，其他艺人公司纷纷发声澄清，乐华方面却几乎隐身，种种管理失职令粉丝失望的调侃王一博为乐华赚取10几亿，助公司上市，老板杜化却依然对他的事业不上心。更令粉丝寒心的是，公司对艺人公共形象的维护近乎懈怠。华表奖风波便是典型一例。2023年，王一博受邀出席中国电影画表奖，不料红毯造型因裤子疑似开线，引发舆论热议。如此重要场合出现尴尬失误，本应由公司及时澄清或公关，但乐华没有任何解释举措，最后还是粉丝站出来辟谣，称那是设计褶皱而非走光。虽然此事本身无伤大雅，却凸显公司在细节和公关上的缺位。白玉兰奖事件的影响则更为恶劣，在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中，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获得多项提名，然而作为剧中挂名第一男主角的王一博却未获最佳男主提名，取而代之的是同剧的配角演员王阳。剧组疑似在报奖时将王阳报为主角，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大量网友质疑谁才是主演，认为王一博为剧集投入心血却被配角爬头，非常不公。更令粉丝愤怒的是，公司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同样消极。王一博官方粉丝团发布了一则含蓄的温馨提醒，呼吁大家理性追星，期待未来作品，既未正面解释也未表达立场。这一态度反而火上浇油，舆论迅速转向指责乐华工作失职，甚至怀疑杜化与剧方和平台私下交易，放任自家头部艺人权益受损，以换取旗下其他艺人的出演机会。最终闹到王一博本人出来发声澄清，风波才渐渐平息。可以说，无论华表奖的小插曲，还是白玉兰的大风波，背后都折射出公司对王一博缺乏应有的支持与保护。官方账号反常，代言不宣，呼声不应。除了内部管理，乐华在宣发层面的异常也被视作双方关系生变的信号之一。细心的粉丝发现，
王一博的官方资讯微博 YIBO Official 长时间没有转发他的新代言消息，对外界宣布的多个品牌官宣置若罔闻。所谓的粉丝对接，也对王一博巴黎时装周和赛车形成三缄其口。这种反常举动在以往几乎不可想象。作为公司旗下顶流艺人，每签约一个新代言，官方账号都会积极宣传造势，彰显商业价值。然而过去1季度以来，不论是某国际护肤品牌官宣，还是某运动品牌发布合作，粉丝等来的都是官方账号的沉默。据网友调侃，别家艺人有新代言，恨不得全公司宣传。轮到王一博，新官宣乐化官博硬是装没看见。这一系列反常举动被解读为公司有意冷处理王一博的商业动态，或许是因合约问题而刻意降低他的存在感。粉丝当然不愿坐视偶像权益受损，纷纷在微博开话题，乐华官博要求公平对待。然而粉丝维权却屡屡石沉大海。据媒体报道，在王一博近1年没有进组拍戏期间，粉丝们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鞭策乐华，质问公司为何不给安排新工作，但乐华从未正式回应过。甚至有粉丝发现，每当涉及王一博负面舆情或粉丝维权的帖子爬上热搜，相关词条很快被删除，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压制讨论。这种对粉丝正常诉求的漠视，进一步激化了不满情绪。公司的官方失声与粉丝的满腔热忱形成强烈对比，也让合约拉锯的猜测变得更加合理。或许正因为双方在博弈期，乐华对王一博的宣传推广有所保留，以至于出现宣传真空甚至故意抹黑。影视剧停滞背后的合约博弈，观察王一博近1-2年的事业轨迹，不难发现一些异常之处。影视方面，继2021至2022年连拍多部电视剧，并在2023年集中上映《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等电影后，他自2024年至今仅拍摄了1部电影《人鱼》。粉丝苦等许久，却迟迟听不到他进组拍戏的消息。这种事业停滞状态显然与他当下顶流的身份不相称，也不符合商业逻辑。业内普遍分析，王一博影视资源放缓，短期内专攻代表个人 IP 自己做主的探险纪录片和赛车事业，背后很可能是一场合约拉锯战导致的观望。首先，公司方面可能出于风险考虑，在续约谈判明朗前不愿再为他接洽，甚至阻挠大制作影视剧。此外，公司或许也希望以资源诱饵推动他续约，只要签下新约，经纪公司则不再对新的橄榄枝推3阻4，反之则先亮一亮。其次，艺人方面也有自己的考量。假如合约即将到期且倾向不续约，王一博未必愿意匆忙进组拍戏，尤其是不想接目前的经纪公司掺和下的影视项目，以免后期作品上映播出时就东家从中作梗干扰宣传。他更可能选择精挑细选，宁缺毋滥地等待合约明晰后再投入新作品，以确保未来的收益和话语权。同时，他也不会轻易放弃手头积累的商业价值，与品牌的合作依然维持，只是新合作需要谨慎评估签约主体和期限。这种互相按兵不动的状态，正是艺人与经纪公司在合约博弈期常见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在空档期并非毫无动作，反而展现出了高度自主的事业规划。据报道，2022年双方续约时，王一博已在谈判中争取到更高的分成比例和更多自主权，乐华对他发展路径的干预显著降低。也就是说，他有能力主导自己的事业选择。这从他近年的项目中可见一斑。例如电影《长空之王》，虽然制作周期长，制作班底名不见经传，中途经历改档风波，但王一博始终坚持配合宣传，终于使这部李现空军的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有所交代。据悉，当初接拍这部主旋律影片就是王一博本人的意愿，他希望拓宽戏路，不局限于流量标签。而在去年，
他更自己发起由 Discovery 探索频道制作的户外纪实节目《探索心境》。这档节目中，王一博跟随专业探险家远赴雪山、沙漠、雨林等极限环境，挑战荒野生存，讨论成长课题。如此高强度、非商业化的项目，对偶像艺人而言并非讨巧的选择。